我被家里从江南的悠然小镇接回时，继妹景轩嫌弃的上下打量我，一脸惊悚。姐姐，你穿成这样，该不会还裹了小脚吧？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精致的藕荷色旗袍，抬眸微笑，端起一旁的茶壶，细腻的泡了一杯热茶，温柔的递给她。尝尝。景轩没多想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眉头一皱，怎么有点不对劲？可能是江南特色，你再细品品。我微笑不语，端庄优雅的坐在沙发上，与奢华的欧式装潢、满屋子的智能家电形成了诡异的对比。回到景家，唯一对我态度正常的只有父亲、继母和继妹看我的眼神，像是见到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旧时代遗物。唉，小然啊，继母温柔的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道：“你这身打扮，外人看见了还以为我们苛待你呢，尤其是陆家，毕竟你们都要结婚了，总得顾及两家的脸面吧。”我垂眸不语，终于想起我了，原来是为了嫁人。父亲沉声道：“景然，你和陆宁的婚事早就定下了，现在陆家提议先订婚，明晚你去见见他。”我温柔点头，好。父亲满意的上楼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景轩立刻换了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暴毙冷笑道：“你认识陆宁吗？你了解他吗？你以为他能看上你？你们根本不配。”我垂下眼睫，双手交叠，声音里透着一丝不安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不认识他，也不了解他。其实我也不想嫁给他，可是爸爸的决定我也不敢违抗。弱小无辜可怜，我拿捏的恰到好处。”景轩没想到我会怂到这个地步，竟然愣住了。半晌，他咬牙骂道：“你真没用！”继母见状，连忙添油加醋：“你3岁就去了南方，不知道陆宁这个人，他脾气冷得很，又一身匪气，明明是个跨国集团继承人，非要去当兵。”继母叹息，语重心长地搂住我的肩膀：“你这么娇弱，要是嫁过去受欺负了怎么办？”我不动声色地挪开，轻声重复：“是啊，怎么办呢？”继母见我上道，立刻继续劝：“两家联姻，不是非你不可，要不让轩轩去吧，他性格强势，就算和陆宁吵起来也不会吃亏。”我迟疑地看向景轩，这样会不会委屈你？景轩眼睛都亮了，立刻挨过来，语气殷切：“我们是亲姐妹，有什么委屈的？姐，你放心，我嫁给陆宁，你就自由了。”我抿唇一笑：“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”和陆家吃饭的地点选在了一家私密的会所，我穿着一袭淡紫色的旗袍，长发挽起，露出纤细白皙的脖颈，发鬓上斜插了一根玉簪。景轩见状，眼中藏不住的嘲弄：“姐姐，你不换个礼服吗？要不要我借你一套？”我微微一笑，温柔的摇头：“穿不惯。”到包间时，坐在主位的老人忽然盯着我，浑浊的眼里带着惊疑，喃喃道：“听，爸。”一旁的中年男人低声道：“他不是赵姨。”父亲连忙笑着介绍：“这是我大女儿景然，这孩子不像我，也不像他妈，倒是和他外婆有几分相似。”景轩抢着开口：“陆叔叔，陆宁哥哥怎么还没到？他有事，晚点过来。”陆总笑着回答。正牌主角缺席，饭桌上的话题便变成了商业上的事。父亲一边吃饭一边抱怨，最近市场被竞争对手瓜分了，一个专门做国风复古品牌的新势力，短短几年就做得风生水起。手机无声震动，我借口离开。这座私人会所是由一座100年老宅改造而成，曲径通幽，桂花香气缭绕。我站在一棵桂花树下，接起电话：“然姐，夏季新款的设计图出来了。”“知道了。”我松开刻意收紧的嗓音，懒洋洋道：“打包发我，今晚看完。光看有什么用？你得打版、选料、做样衣。然姐，你何必回去，直接撕破脸皮算了。”我轻轻捻起一朵桂花，在指尖转了转，微微一笑：“还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呢，我的东西还没拿回来，他们也还没付出应有的代价。”对面沉默了片刻，应了一声。我挂断电话，正准备回去，突然背后的墙上掉下来一个人。我猝不及防，脚下一滑，一条有力的手臂迅速扣住我的腰，耳边传来低沉的嗓音：“小心！”乌木馥郁的沉香气息侵入鼻息，还没等我反应，他的指尖忽然轻轻摩挲了一下我的腰侧衣料。他的嗓音微微上扬，透着几分探究，两指轻轻搓了一下。我今天穿的是宋锦旗袍，质地轻薄，他这么一搓，等于是连我的腰肢也一并搓了。察觉他的动作，我既没惊慌，也没叫喊，反手拔下发簪，狠狠刺了下去。尖锐的簪子划破皮肉，他却一声不吭，只是缓缓松开手。云层微微散开，月色洒落，我这才看清他深不见底的黑眸，正带着几分探究与兴味地盯着我。他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，我不喜欢被人压制的感觉，于是后退一步，扭头就走。隐隐约约听见一声啧，还夹杂着一抹低低的笑。我皱了皱眉，不打算搭理这不明不白的登徒子，直接将他丢在身后。回到包间，陆总刚放下茶杯，笑着开口：“陆宁快到了。”几乎是话音刚落，一串沉稳的脚步声缓缓逼近，伴随着景轩一声甜腻到腻牙的“陆宁哥哥”。我在父亲的眼神催促下站起，嘴角扬起得体的浅笑，慢慢转头看向来人：“陆仙。”话未出口，我的声音就卡在了嗓子眼。那张脸，刀削斧凿般的英俊五官，短发西装，肩宽腿长，气场慵懒又锋锐，深不见底的眼瞳像极了桀骜的隼眸，带着审视，也带着笑，一如当年，分毫未变。小孩儿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也不是个安分的主，但光是胆子大没用，还得学会狡猾、忍耐、示弱，只有这样，才
才能把比你强的人玩在掌心，而不是被人攥在手里。回忆突如其来，我轻轻吐了口气，笑意里多了几分真心实意。陆先生，初次见面，我是景然。初次见面，陆宁微微勾唇，黑眸定定地看着我，好像不是吧？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以为他认出我了，可他只是慢悠悠一笑，似笑非笑道：“你出生的时候，我抱过你，小小一个，跟个雪团子似的。”这话带着几分缱绻，像是无心一说，又像是刻意为之。父亲立刻笑着附和：“景然出生时，小宁9岁，这俩孩子可是实打实的青梅竹马。”正好服务员送上温毛巾，陆宁擦了擦手，一道淡淡的血痕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怎么回事？陆总皱眉：“被猫挠了。”陆宁云淡风轻：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父亲语带关切：“已经很小心了。”他支着下巴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，慢吞吞的补充：“但那只小猫爪子太利，出手够狠。”说着，他的视线不紧不慢地挪到我发髻上，又悠悠地挪回来，然后朝我笑了一下。不过也不能怪他，毕竟是我先摸了他的肚子。餐桌下，我攥了攥手指，脸上却依旧是温柔乖顺的笑。刚刚我在公司处理事情，让你久等了。他截下我的话，语气懒洋洋的：“我的小青梅。”我轻抿着唇，眼睫微搭，一副害羞无措的模样。陆总皱眉，别口无遮拦的，竟然是个文静的孩子。哦，陆宁低笑，意味深长的重复：“文静，是挺文静的。”这一顿饭吃得波澜不惊，最后父亲领着继母和景轩先走，特意把我留下，给我们制造独处的机会。景轩走时不情不愿，狠狠瞪了我半天。我和陆宁在会所里随意闲逛，走到长廊拐角时，他忽然伸手抽走我发髻上的珊瑚簪，长发梳地散落，像瀑布般倾泻。我微微瞳色一晃，陆宁低低一笑，把玩着发簪，闲闲地倚在柱子上，目光一寸一寸地打量我，眼底的笑意带着几分欣赏，还有一簇藏得很深的火苗。处变不惊，临危不乱，下手果决。还有，他顿了顿，唇角微挑，长得漂亮。陆先生，对我满意吗？我笑盈盈地问。如果是普通夫妻关系，很满意。他眯了眯眼，语调悠然。如果是灵魂伴侣还不够。言外之意，做夫妻可以，但要走心，他不一定愿意。我却不以为然，微微一笑。可我将来想海葬。陆宁送我回景家，临下车前忽然开口：“周末有个游轮聚会，有兴趣吗？”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景轩在门口堵我，咬牙切齿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把陆宁让给我的吗？”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语气温软：“周末游轮聚会，陆宁会去，我带你一起去，帮你创造机会。”景轩冷嗤一声，不屑地睨了我一眼：“算你识相。”回到房间，我打开视频会议，一边听娃娃脸少年讲解设计理念，一边低头审阅设计稿。视频那头，少年撑着下巴，忽然眨眨眼，勾引陆氏总裁的美人计成功了吗？和他结婚问题不大，但要让他帮忙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乔晨的声音都变了：“你还真要和他结婚？这和计划不一样吧？”计划没有变化快。我合上笔记本，唇角一弯，语气悠然：“不结婚，我只是合作伙伴，但结了婚，我就是陆氏的女主人。”乔晨沉默半晌，忽然问：“你念念不忘的初恋呢？不找了？”我笑而不语：“不用找了，已经找到了。”游轮聚会来了大半个 C 城的豪门二代。景轩特意穿了件火辣的红色露背裙，生怕自己不够吸睛。我则穿的素净雪缎旗袍，珍珠盘扣，发髻一丝不苟，点翠发簪静静点缀。陆宁看向我时，黑眸微微闪了闪，抬手示意我挽住他。身后，景轩紧追不舍，甜甜的叫了几声陆宁哥哥，却没得到半点回应。一路上，大家或出于巴结，或出于真心，不停夸赞我，一口一个旗袍美人，人淡如菊。景轩气的脸都绿了。陆宁忽然微微侧头，低低笑道：“我错了。”我挑眉：“你不是漂亮。”他凝着我，目光幽深，缓缓道：“你是绝美。”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男人晃悠悠走过来，手里端着一杯酒，旁边跟着个艳丽的女人，像是特意凑上来找似的。玩2把。他挑衅地示意着正中间的牌局。陆宁连眼皮都懒得抬，显然对这种无聊的挑衅毫无兴趣。但我不一样，玩牌的话。我笑眯眯地看向那人：“我可以试试吗？”那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五官阴柔，眯起眼睛时更显得阴鸷。“你是？”景然。我一边倚着陆宁，一边温柔软语：“陆宁的未婚妻。”陆宁挑了挑眉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等着看戏。周围已经围上了不少看热闹的人，显然是把我们当成了今晚的娱乐节目。都是朋友，赌钱就没意思了，随便玩玩就行。那人解下手腕上的表，随手放在桌上。“你的筹码是什么？”四周瞬间响起了小声的议论。这款表值100多万，真下血本啊！那人越过我，轻蔑地看向陆宁：“要不陆大少出点什么？”“是我要玩，筹码当然是我自己出。”我打开手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块方巾，随手放在桌上。现场顿时安静了2秒，随后爆发出一阵低低的嗤笑：“你拿块破手绢跟我赌上100万的局？”那人脸色都变了。竟然！人群里，景轩气得跳脚：“你就算是乡下来的，也别这么丢人现眼，我们景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”说得好！下一秒，陆宁竟然鼓起掌，
慢悠悠地走到我身边，拿起那块方巾，轻轻一抖，手工缂丝，限量款。四周的窃窃私语瞬间变成了倒吸凉气的声音。缂丝素有1寸缂丝1寸金之称，更何况是近年崛起的高端品牌，限量款能买到的都是身份的象征。景轩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不服气地喊：“就一块手绢而已，凭什么值100万？你质疑我？”陆宁终于把目光分给了景轩，他嘴角含笑，眼神却让人胆战心惊。景轩下意识低下头，但眼角余光却怨毒地瞪着我。可惜比赛还没开始，他就已经输了，只玩了1局。其实我根本没玩够，但对面那人已经输得连牌都撕碎了，双眼通红，呼吸沉重，像是被人当众扒光了一样。我颇为遗憾地叹了口气，已经好多年没人敢和我玩牌了。我拿起桌上的表递给陆宁，陆宁看都没看价值不菲的名表，反手抽走了我手里的方巾。我又把表放回台上，温柔地对输家笑了笑，然后挽着陆宁的手径直去了他的房间。门一关，他便将我抵在门板上，盯着我，眼里带着浓浓的探究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我慢悠悠地笑，不过是1局牌，有什么好惊喜的？赢我不惊喜。陆宁低低笑了，我惊喜的是你敢出千作弊。我挑眉，他笑意更深，景然，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。那你以后可以和我一起海葬吗？也不是不行。他手指攀上我的脑后，轻轻抽走发簪，整张脸埋在我发丝间，深深地嗅了一口。只要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。我微微仰头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我想和你也玩上1局。筹码7个亿。陆宁眯起眼睛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这个品牌值不了7个亿，再加上景氏集团呢？他若有所思地后退一步，伸手给我系上盘口。景氏与陆氏同属服装业，但景氏经营不善，市场份额逐渐萎缩，早已到了不得不依附陆氏的地步。这也正是我父亲景海千方百计巴结陆家的原因。景氏的股权我要1半，还要整个生产线，听起来不亏。陆宁摸了摸下巴，不过你要怎么拿回股权？你只要做1件事就够了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和我结婚。晚宴更加热闹，鉴于白天的表现，不少人主动来跟我打招呼。陆宁被人叫走后，景轩端着2杯酒走到我面前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。姐姐，我今天冲动了，特地来给你道歉。我看着他发抖的手指，眼底藏不住的妒恨，轻而易举地猜到了酒里的猫腻，略施小计，轻松兑换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，景轩的脸就红得不正常，原来是这种小把戏。我笑着招来服务生，把景轩交给他。我妹妹喝醉了，麻烦送到我房间，晚一点我过去照顾她。不远处，陆宁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轻啜着酒，慢悠悠地道：你下手这么快，竟然一点犹豫都没有。他如果愿意当个傻白甜，偶尔耍点小花招，我还可以陪他玩玩。我淡淡道，但用这种手段就很无趣了。陆宁低低一笑，目光邪佞，不，我觉得你又可爱又有趣。那你可以和我一起海葬吗？应该可以吧。然后游轮上的宴会正式进入了修罗场阶段。可她是我妹妹啊，除了默默忍耐，温声劝慰，也做不了别的。是你做的，你故意的，你就是要毁了我，就是见不得我和你争陆宁。景轩声嘶力竭。我叹了口气，看3岁孩子一样的看着他，在他的癫狂谩骂中，我只关切地问了句：一个男人不够，3倍快乐是什么体验？我讨厌你。景轩彻底疯癫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游轮上的事被绘声绘色的加工，很快传遍整个上游圈。景家颜面扫地，名声一落千丈。陆家偏偏在这个时候提出解除婚约，理由含糊，但谁都看得出这是在映射游轮上的丑闻，不想和景家结亲。景海几次登门去见陆家老爷子和陆宁，姿态低到了尘埃。最后一次，陆家老爷子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要景海归还他代持的原本属于我的股份。景海脸色难看，景然又不懂商业，股份给他不合适吧？景氏的前身是由子堂创建，子堂去世前立下遗嘱，没把股权给林月，而是给了景然。陆家老爷子口中的子堂是我外婆，林月是我的母亲。在我3岁时，他抑郁想不开，景海成了我唯一监护人，并代持了我的股份。和小宁的婚约也是子堂在世时，我和他亲自定下的。老爷子说着，咳嗽几声，本着故人之情，这些年陆氏处处帮扶景氏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景家竟然出了这种丑事。陆宁懒懒地朝景海看去，勾起的唇角带着一丝狂妄。我是陆家唯一的继承人，陆氏如日中天，而景氏现在的状况，你觉得景然配得上我吗？我坐在一旁，瑟缩了一下肩膀，手指攥得死死的，原本就配不上，现在又出了这种事，我娶景然，别人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。我低着头，呼吸轻颤，难堪又不安。不过，陆宁漫不经心地勾着手指，我不可能娶个空壳花瓶，除非景然有价值。当他终于说出好字时，我悄悄勾起唇角。股权转让协议是在订婚当天签署的，我看着文件上景海的签字，冷笑一声，高兴了。陆宁捏了捏我的下巴，得偿所愿，心满意足。你的1半股权，我尽快转给你。言而有信。不急。陆宁拉起我，先陪我去个地方。他开着一辆越野驶出市区，往郊外远山上去。
山路崎岖，车灯照亮了夜色。怕吗？在一个陡坡转弯时，他忽然问。我摇摇头。他修长的手指握着方向盘，边开边敲，神态轻松。我以前开过坦克，不会翻车，放心。说完，他自己先笑了，像是在讲笑话。我不担心，我轻声说。车驶进一个山谷，月夜下，大片大片的薰衣草安静盛开，花香四溢。陆宁撑着车头坐了上去，朝我伸出手。我学着他，一起坐在车盖上。我们已经订婚了，什么时候结婚？我问。陆宁伸长手臂勾住我的腰，嗓音又低又哑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那当然，盼了那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抓到手，当然要牢牢绑定。他轻笑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很喜欢我呢？我轻挑眉峰，软软的声音里带着钩子。为什么不自信点，把好像去掉呢？我凑近他耳边，轻轻一笑。我就是很喜欢你啊。他眼底一沉，把我按在车盖上，居高临下，乌沉沉地望着我，呼吸可闻。他低沉地说，你可以选择闭上眼，或者啊，不废话，直接亲。我果断仰头，主动出击。那双向来深邃慵懒的黑眸第一次出现惊诧，而后便是笑意满满，唇齿相依。订婚之后，股权在手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景海从董事会踢了出去。董事长办公室被砸成了垃圾场，景海指着我的鼻尖骂出了世界上最难听的词，我却始终面带微笑，从容不迫。您没必要发这么大脾气，这里以前不属于您，现在也只是物归原主。您说这一切早晚都是我的，我不该算计您，可我们之间到底是谁算计了谁呢？我走到他身边，不再克制，语气嘲弄。您和我母亲结婚5年，数次出轨，在他得了抑郁症苦苦挣扎时，纵容外面的女人找上门来，逼得他想不开。这些年藏着一票私生子女，藏得那么辛苦，您确实不容易。以后您不用再藏了，没人会抓您的把柄，撼动您的地位，因为以后您将一无所有。景海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惊愕和惶恐。良久后，他像斗败的公鸡，沙哑乞求，怎么也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你能不能？不能。我冲口出，我从来没有什么兄弟姐妹。晚上和陆宁视频时，我一边立头一边感慨，自己果然还是心软了，居然在景海心脏病发作时叫了急救车。陆氏公司出了点问题，他这几天都在出差。我对着显示是他的手机摆出姿势，不慌不忙地解开2颗旗袍盘扣，揭开头发，露出一片白洁的肩膀。陆宁眼神危险，生粗地说，我下周就回来，你这么做不怕吗？为什么是下周？我沉思，伤心闷闷，就不能是今晚，是现在吗？对面的人气息都中了一拍，透过手机像在编人，在逗陆宁这件事上，我从不手软。我笑了起来，竟然等我回来你就完了。对面的人隔着千里对我放狠话，我的回应是拉高旗袍，继续挑衅，在他咬牙切齿时胜利大笑。但作为一个深思计较的女人，我已经想好了他回来后要怎么热身激情，进一步挑衅他。然而我没想到的是 C 城最后大地震了，天塌地陷，水电全无，通信截断。第一批物资已经准备好了，可公路不通，得2天才能打通进 C 城的路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第一次我感觉到了孤立无援。你要找的人是叫陆宁对吧？在晕倒之前我都没能说出那句话。陆宁，我来找你了。我和陆宁一起住院了。景然，你可别哭啊，没见到你以前没哭，没道理见到你以后哭。他不说话了。等护士走了，我走过去。景然，我今天就是下周了。陆宁轻喘着气，眼中幽光深沉，目光直直地落在我拉开冲锋衣拉链的手上，低声道，我还是最喜欢你穿旗袍的样子，那感觉美得让我一刻都不想移开视线。我不答，迅速脱掉厚重的冲锋衣，躺到他身边，环住他的腰，轻轻叹了口气。这气息依旧是他熟悉的气息，味道是他的味道。然然，我几乎没力气的回应。他低笑一声，就这。我声音轻若鸿毛，没什么力气。陆宁的笑意更深，轻轻把我搂过来，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？我点点头，脸埋进他的肩窝，打了个哈欠，眼皮沉重。他开始讲，很多年前那次出外勤，在一个小巷里碰到2个大人正死死抓着一个小女孩，她衣服脏得像是捡来的，头发乱得能用来当扫帚，可是那眼睛啊，大大的，亮晶晶的。他们看见我就立刻求救，说她是他们的孩子。可你猜怎么着？那小丫头不喊救命了，转身就用英语骂了几句，接着又说德语，字正腔圆，一听就知道她不是个普通孩子。我把她救了，问她家在哪儿，她不说，想带她去执法机构，她坚决不去，然后我们就僵在那里，大眼瞪小眼。后来她肚子饿了，吃饭不吃，菜不吃，就是要吃冰淇淋，真是个小祖宗。她轻笑了一声，不过我还是买了冰淇淋给她，她吃得高兴了，才肯跟我说话。她声音低沉，我却没有听完，她的叙述慢慢沉寂了下来，似乎轻轻带走了我的意识。那一刻，我模糊地听到她的话语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小丫头，你也是个不安分的主，胆子大不够，还得学会狡猾、忍耐、示弱，只有这样才能把比你强的人玩在手心，而不是落入别人的掌控。我不知不觉已经进入梦乡，听着他的低语，
脑海里浮现出那段久远的往事。就在我渐渐沉入睡梦时，感觉到额头上轻轻的吻。陆宁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：“我知道，我的小丫头已经长大了。她出生的时候，我抱过她。等我们死后，按她说的，我们一起海葬。”